我姓潘，我叫潘欣欣，我的英文名字叫 Cynthia Pan，我是在纽约皇后区啊、医院里的员工，我在那里是那个老年科跟混合治疗科的主任。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主题，因为在我们病人当中，而且在就是社区里面，常常有人会说，哦，假使我脑死了啊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昏迷不醒的话，或者我是植物人状态的话，那个时候我要怎么样但是这些情况呢，这三样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些有些什么区别，就是说从医学角度来说有些什么区别，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就是说讲一下。然后我有就是中文不会讲或者不会翻的话，我要请 Shirley 跟 Lane 帮我一下忙啊、我也想要非常感谢 Eric，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手帮助我准备这次演讲的材料，而且我没有 financial disclosures，没有任何就是说财务利益。那我们开始呢，就先讲一下这一个事前有一个这一位女性的这个问题。OK，我要请大家在我描写她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们自己想一想你认为她的诊断是什么？下面有 A、B、C、D。OK，那这位女性呢，就是差不多20多岁的女性，被发现在她公寓里面呢失去知觉，然后被她先生找到，就赶紧送到急诊室。嗯，他的那个病历里面呢，有就是说神经性的那个厌食症，然后导致就是自己不喜欢吃东西，然后就算吃了东西也自己就是说让自己把东西吐出来，而且经常使用那种泻药。然后在急诊室里面呢，那医生就发现他有那个低，那个血液里面的钾很低，就是 potassium 很低，而且呢导致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然后在急诊室呢也诊断出来说他非常严重的那个脑子里面缺氧，因为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就有脑部缺氧。然后做那个脑电波试验呢，就表示他的脑电波呃显示减慢，反应呢也很不好，不会自己吃东西，眼睛张开了，然后好像有点会看，就是说东看西看，自己可以呼吸，也可以有心跳，但是没有反应。你跟他讲话或者碰他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反应。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认为他的诊断是什么？是 A 脑死，还是 B 植物人状态，还是 C coma，还是 D 不知道？所以可以请大家在那个 chat 里面，大家可以把答案嗯，打出来，看是 A、B、对，C、D 嗯，啊。哦，有 A，有 B，有 C，有 D，都有人答。都有。OK OK，那我看到这些答案，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表示说，这个题目很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就是说好像大家都不太知道，对吧？有些人认为是这个那个。OK，有 A、B、C、D 全部都有。OK，太好了。OK OK，是 B。OK，所以大家是有人说 B 的话，我看到很多人说 B，它是植物人的状态。OK，那我们就下一个就是说，讲一下这一些情况有哪些不一样。OK，呀。那从就是最开始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就是说，头脑脑部都是正常，对吧？普通我们自己可以走路、吃东西、睡觉、醒来，自己刷牙、洗脸、洗澡、去上班，什么都可以自己做。OK，这就是我们脑部在带着我们做这些日常的，就是说的功能。但是万一有 acute brain injury，就是急性的脑损伤的话，那假使很厉害的话呢，那第一步就是可能昏迷不醒，也可能很久，也可能就是一会儿。OK，那到了昏迷不醒，就是 coma 的时候呢，下一步发生的会是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很快的就恢复，比如说突然昏倒一下怎么样，然后脑部没有氧气，但是很快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就又有氧气了，然后血液就是血压什么都很正常，那样就会很快的
恢复正常功能。假使长期比较没有氧的话呢，那就可能导致其他的情况。其中之一呢，就是我看我的 arrow 在哪？OK，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植物人状态，就是 vegetative state。假设是 vegetative state 呢，那就要看多久。OK，待会儿我们还会讲的，多久会变成 permanent，就是永久的那个植物人状态。或者呢，假使不是植物人状态的话呢，那稍微还有更多一点功能，就变成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就是最低意识的状态，有一点意识，但是不可能正常的function，也不可能自理。那假使是那最低意识状态呢，那过一段时间，假使就是说运气好的话呢，那说不定可以恢复那个意识。但是假使不行，然后过了很久的时间还是不行，比如说6个月或者1年以上的时间，那就变成了永久最低意识状态。哎，这个都是就是植物状态或者最低意识状态。那另外呢，除了恢复的很迅速或者植物人状态，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变成 locked in syndrome，就是锁定那种综合症。那个呢，就是自己不能动，但是眼睛可以睁开，而且脑子里面也有一定的清醒，但是很难跟人家沟通。有时候只有眼睛会动，其他呢都没有办法表达，所以那个时候要跟别人沟通非常非常难。然后另外一个最不好的那个可能性呢，就是 brain death，就是脑死。所以都是从就是这种急性的脑损伤开始，然后昏迷状态，要么是很少时间，要么是很长时间，要么就变成其中这一种，也可能是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昏迷状态。那现在就是说讲一下这种统计的数据。那昏迷呢是就是说在这3种里面来说是最普遍的。在美国到2022年的时候，呃，就是今年啦，美国人每10万是不是10万人里面呢，这个 coma 或者昏迷不醒的人呢，就有差不多31个人。那假使等到植物人状态的话呢，那每10万人呢，只有差不多0.1到0.2会有那个植物人的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昏迷状态呢的人比植物人状态要多得多了，对吧？然后脑死呢很难估计，但是就非常少，更少，0.002差不多这个样子。OK，所以呢，虽然有时候有些人说，哦，假使我脑死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事实上是普通人来说是很少见的。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在医院里工作，那就见得比较多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要是你们见到这种情况，或者遇到有朋友啦，或者甚至家属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们至少有一点就是说基本的知识。然后呢，从最近10多年来说呢，这个脑死的这个比例，这种 cases 这种病例，慢慢在往上生长。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医学非常发达，医学发达呢，那就可以用人工呼吸插管，然后保持那个肺部功能，然后也保持心脏的功能。但是呢，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是说我们整个人会恢复，就是说脑部会恢复。有时候呢，就是利用那种人工呼吸跟机器来保持心脏跟肺部的功能，但是没有很好的脑部功能，所以就躺在那里，呃，要么是人工，就是植物人的状态，要么就是呃昏迷的状态，但是不能自理，也不能自己活动，就是不能够有自己的自由。假设我们没有这种机器的话呢，那以前比如说50多年以前来说那样子的时候，假使真的脑部受到很大的损伤的话，也没有那种机器可以抢救，那个时候脑部既然不能工作，那心脏跟那个肺功能很快也就没有，所以那个人就过世了，就不会导致现在有这种脑死的这种病例。那么现在就先讲一下这个 coma 昏迷，因为这是最普遍的。那昏迷状态呢，就是deep sleep，就是沉睡在那里不醒，没有反应。
对环境没有反应，眼睛也不会张开，然后呢，脑干就是说那个反射比较减弱，但是是有功能。那呼吸的程度呢，就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些这种沉睡的病人需要人工呼吸，插一个管，要么就是从那个喉咙里插进去，要么从这里插进去，就是长期的帮助他呼吸。那有些 coma 或者沉睡的病人呢，并不需要那种人工呼吸，他们自己可以呼吸，但是呢，还是没有任何清醒的状态。那假使像这种沉睡的时间越久的话呢，那就是说恢复的可能性就越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昏迷、这个 coma 的状态呢？有好几个原因。一种呢就是脑损伤，没有氧气供应到那个脑；另外一种呢就是创伤，比如说摔跤，然后脑部出血或者肿胀或者中风，也是因为中风，也是因为有时候那个脑部供血缺乏。也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毒素或者吃药吃的太多了那种也有可能，或者是那个 seizures，就是那个癫痫或者羊癫疯，这些都有可能。那有时候假设病人非常病呢，然后但是有可能恢复呢，我们也可能做医生的，在那个重症病房里面用药物导致病人这样子昏迷，要保持他们平静，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尽量治疗，然后等他们情况好一点呢，再把那个药量降低，让他们可以醒过来。所以那种是人工的那个医学性的导致昏迷。那个是普通可以恢复的。假设病人本身自己的情况好转的话，那个是可以恢复。你看，那这个昏迷呢，后果就是说结果预后都是什么的情况？那要看它的原因，就是说昏迷的原因到底是这个诊断是可以好转呢，可以逆转过来呢，还是不可以？一方面也要看它这个昏迷持续的时间有多久。另外一个恢复的范围呢，也要看病人他本来的功能水平是多少。假使本来身体很好，还有上班，然后自己完全可以自理，呃工作啦，什么家里的事情都可以做，那样子的话呢，恢复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假设本来就已经身体已经很弱，或者有那个失智症，已经不能自理了，然后现在又发生这个情况，比如说摔跤、脑出血那种情况，那到那个时候呢，恢复的那个情况就不会很乐观。但是普通来说呢，那个昏迷的时间越长，它以后愈后就是说恢复的机会就越差。你看，那现在再看一下昏迷的结果，我们刚刚讲的那几样，昏迷以后，假使是非常快速的恢复呢，那比如说几分钟、几秒钟之内马上就可以恢复呢，那个时候恢复正常的那个身体的功能、身体的能力，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可以恢复到正常功能，尤其是要是病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假使是植物人状态或者 vegetative state 呢，那时候就是说人是醒的，眼睛也可以睁开，晚上眼睛闭起来睡觉，白天眼睛睁开，但是东看西看，但是没有自我意识，也不知道那个环境，也不知道，就是说好像会看住那个人，但是不一定就是说没有意识，不知道那个人是在讲什么或者是谁。然后假使是这种锁定综合症呢，那就是完全瘫痪，但是里面呢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不能够跟人家通话或者沟通。嗯，然后脑死呢，就是完全没有大脑功能，也没有脑干的功能，加上没有人工呼吸支持呢那种机器的话呢，
自己就不能呼吸，所以以后呢，就确定说脑死就等于死亡，虽然心脏还在跳动。那我们现在就看另外一个病例 Frank，OK，他这个病例呢，跟另外一个刚刚那个20几岁的病人就不太一样。这个 Frank Katita 他是68岁的一个患者，他得了那个新冠病毒，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然后但是得了新冠病毒，他肺部那个功能就不好，然后在那个重症的病房接受那个治疗，而且需要那个人工呼吸器帮他呼吸。过了差不多27天，27天以后，他的肺部恢复了一些。那个时候呢，那医生就跟他说，可以把那个管拔掉，拔掉以后他自己可以呼吸，可是还是一直昏迷的不醒。然后医生就觉得这个是好像就变成有点长期昏迷了。OK，那差不多是1个月的时间。OK，也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呢，看到很多这种病人有这种趋势，但是在那段时期呢，就是很难说像这种病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以后会恢复到什么程度。所以呢，医生也给 Frank 做这种电脑断层扫描的诊断，而且看他做那个脑电图，觉得他的脑部并没有严重的损伤，而且现在呢，呼吸也可以自己呼吸，但是自己吃东西不行，因为他就眼睛闭着，然后就在沉睡的状态，所以呢，就继续治疗。又治疗了差不多70个小时，72个小时，也就是3天。然后下一步就跟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说，那现在应该怎么做？他还是没有好转的现象，也要跟他就是说要更多时间呢，那就要给他插一个胃管，从那个胃里面做那个外科手术，插一个胃管，看行不行？也要给他做那个排泄的那个导管，比如说呃尿管啊跟那个肠管，帮助他小便跟大便。所以那些要做呢，还是觉得 Frank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愿意，就是说继续在这种情况之下生存，就开始了讲，就是说问他妻子 Frank 他自己的意见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让大家就是说讨论一下，假使你是 Frank 的妻子的话，或者甚至是假使自己在那种情况之下，需要就是说想要那个胃管继续一段时间，看一看会不会好转呢？你愿意就是说继续治疗多长时间呢？还是说不要再继续治疗了呢？还是看医生跟你怎么说？看大家想法怎么样？Yeah，大家写的很好。有些人说，discontinue treatment，不想要继续治疗。有些人说 yes，继续6个月。有些人说不要继续。有些人说继续2个礼拜，继续治疗，不要放弃。还有些人说 yes，3天3个月。有些人说不要，yeah。所以我觉得这些呢，答案都是非常，我很高兴大家就是说愿意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呢，像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先跟家里人讲一讲，因为你自己现在的答案，我保证你家人大部分的在座的各位，你们家人可能绝对不会知道你们的想法，OK？所以呢，你们有这种想法呢，就利用这一个Frank 的这个例子，或者我其他讲的那些例子，跟家里人好好讨论一下。假使万一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愿意怎么样，想让你们知道。因为到时候假使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而且也提倡就是说任何人把自己的意见先表达出来，这个就是 advance directive，就是事前指示，对吧？这样子万一发生了，我们就是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对不对？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至少让你家人知道你的意愿，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决定的话呢，就不会说好像随便乱猜的，就是说他们知道你自己的你的想法。嗯。还有刚刚有一位说要看那个 doctor's opinion，对，也要跟那个医生配合，因为有时候医生呢也可以就是说帮助给你更多的信息。呃，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啊，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啊，
那个父母，中国人父母非常喜欢叫他们的儿女去当医生，做医生是一个好工作。然后呢，也是这种中国的父母呢，是最不愿意去看医生的。对，我觉得很好玩，有一点，就是说事实在里面。OK，啊，OK，那你们看这里就是说答出来的呢的想法呢，也有很多人，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就算有些人说 yes，有些人说 no，然后有些人说 yes，然后多久多久，哎，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OK，而且每一个 case 也不一样。像这个 Frank 的这个病例呢，就跟我们头一个病人那个26岁的那个女子就非常不一样。OK，那现在就是说讲一下 Frank 以后到底怎么样。OK，后来呢又过了2个礼拜，Frank 就开始眨眼。OK，眨眼，然后慢慢又过了2个礼拜，就4个礼拜就开始说话了。嗯。然后就本来就在康复中心，但是现在呢，他因为醒了，然后又能说话，就可以开始做 rehabilitation，就是物理治疗。OK，把他弄的，就是说让他就是说能够自己坐起来，自己在床上动一动，然后慢慢又可以走路了。就过了差不多一共1、2个，大概3个多月。你在医院住了差不多1个月，在那个康复中心又住了差不多1个多月，然后又做了那个物理治疗1个多月，所以3个多月以后，虽然呢偶尔口齿不大清楚，但是没有严重的这种认知的问题，所以又可以回家了。一共差不多3个月。没说像他这种的情况，本来他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呃，他那个昏迷不醒的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很严重的这个 COVID 那个新冠病毒，然后经过这种治疗，又加上人工呼吸一部分时间，又加上物理治疗，到后来又差不多好了，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差不多还行，所以太好了。对，莉莉娅说太好了，对我也说太好了。OK。所以呢，他 Frank 呢，就是本来是一个 coma，对吧？就是昏迷状态，差不多2、3个月，到后来呢就醒来，coma 就是眼睛闭着沉睡，没有反应。OK，但是到了后来呢，2、3个月以后就开始眨眼、说话，然后可以进行治疗，然后就恢复差不多基本正常。那个是 coma。那现在讲一下这个 vegetative state，就是植物人的状态。植物人状态呢，美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 "Lights are on, but nobody's home." OK，就是说家里呢灯是亮的，但没人在家。我觉得这个表达翻译不错。OK，这个呢，嗯，植物人的状态呢，就是他们的意识改变的障碍。看起来呢像是醒着，但是对周围和环境呢没有意识。所以虽然眼睛是开的，早上起来，早上天亮了就起来，然后晚上天黑了就睡觉，然后醒的时候呢也会这样子看，但是是茫茫然然的看，而且脸上没有什么太多表情。所以虽然看起来是醒的，也好像认识你，但是其实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意识。嗯。那你要是比如说你就是说拿手电筒去照他眼睛的话呢，那他那个眼球也会缩大缩小。你去这样子的话，他眼睛也会眨，但是并不表示呢他们有意识或者说就是了解他们环境，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沟通，比如说跟家人沟通讲话啊什么的东西。那像在右边的这个这些MRI 呢，就表示这在左边这个呢就是正常人，这个是 PET scan，就是看那个脑部的功能，呃，在正常人是这个样子，假如是脑死的话就一点那个功能都没有。然后 vegetative state 呢，就是没有那种呃，比如说高度的那种思想，但是人是醒的。所以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个PET scan 的不同的表达方式。然后呢，他们虽然是醒的，但是也没有好像情绪的迹象，
比如说，假设我们普通人脑部功能很好的话呢，那有时候是很高兴的，对吧？然后有时候就是好像精神不好，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有时候会生气。但是在假使的植物人状态的话，就没有他们的表情就是一样，就是这样看，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表情。看，所以呢，coma 呢就是昏迷状态，就是沉睡，沉睡，眼睛不醒，白天也不醒，晚上也不醒，基本上不醒，沉睡。然后呢，植物人状态呢，就是家里是灯亮的，但是没有人在家，这种描写。嗯。然后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植物人状态呢？那有很多不同的可能。一种呢就是 trauma，就是外伤，有脑外伤，然后导致那个严重的头部损伤，比如说车祸，或者在工作的时候意外，然后头部造成头部损伤，或者呢不是外伤而是内伤，比如说就大脑缺氧，比如说动脉瘤破裂，在脑部里面动脉瘤破裂，或者脑膜炎这种 infection 发炎，或者脑瘤，或者甚至非常末期的这种 Alzheimer 就是失智症，或者帕金森病也是失智症。所以一方面是外伤，一方面就是内伤，这两种都可以导致植物人状态。然后植物人状态最后的那个预后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那什么时候才变成就是说持续植物人状态？那这个定义也不太一样。有时候呢说是要超过4个礼拜以后，OK，那有时候也说就是说要变成 permanent 的话，就是说永久植物人的话，那就是要超过6个月或者12个月以后。6个月的定义就是说非外伤型的那种脑损伤导致植物人状态，那差不多6个月以后就可以说是 permanent，就是永久性。那假使是外伤导致损伤，比如说车祸啦那种情况导致损伤的话，那就给他多一点时间，十二个月以后才变成永久性的植物人。那假使是昏迷或者 coma，那个时候醒来的机会可能比植物人醒来的机会比较多。一旦变成就是永久的植物人，那个时候要复苏就不太可能了。即使会康复呢，大部分人还是会有很严重的那种残疾症，不会自理。然后有这种永久，就是说或者持续植物人状态的这些人，差不多只有3%的患者可以恢复那种沟通跟理解的能力，但是也还不一定能够走路或者自理，那就很不可能。OK，然后这个呢，也就是这个画面呢，告诉你，就是说，持续呢植物人状态是差不多4个礼拜受到脑部损伤以后，然后假使到了6个月以后还是那种植物人状态的话呢，那就变成永久性，尤其是非创伤性导致的这种植物人状态。那假使是创伤呢，或者外伤那种情况，那就要等多一点时间，看脑部能不能够恢复。那个时候普通的等差不多12个月，所以普通来说，超过12个月以后，假使没有恢复的话，那就是呃就诊断变成永久植物人状态。那个时候恢复的可能性就没有多大。那我们第一个讲的那个病例就是那位26岁的那个女性，她就是植物人状态。OK，那现在呢，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下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刚刚讲的那位病人，26岁的女孩，她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她的名字叫 Terry Schiavo，她是住在佛罗里达。她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刚她的病例我们已经讲过，OK，她失去知觉，因为她有厌食症，然后她血压里面那个氩降低，导致心脏停止。她的丈夫在那里，然后赶紧打电话给医疗人员，但是她不会做那种心肺复苏术，她没有那种训练，但是她打电话呢的时候，然后直到那个救护人员来到，Terry 就一直缺氧。
后来呢，因为他本身年轻，而且其他器官啊什么都没有什么呃问题，所以后来就醒过来。醒过来，但是没有恢复他的知觉。然后呢，就给他人工营养，就是插了一个胃管，他自己可以呼吸，也不需要用那种人工那个机器呼吸。后来呢，就送到那个疗养所去康复。康复，可是他因为没有意识，也不会跟那个康复人员配合，所以一直都没有成功。甚至还给他做了很多不同的那些措施，包括 deep brain stimulation。那个怎么翻？就是说给他就是说用这种脑部的那种呃电康复，然后他也没有反应。后来过了12个月以后呢，就是1年以后，他的那些医生跟他的 neurologist，neurologist 就是神经科医生，就跟他父母呢跟先生说，他现在变成就是永久植物人的状态。后来呢，又过了好多年，超过10年，他的先生呢，Michael 就说，Terry 他就是说平常好的时候，一直就是非常开朗，然后也喜欢就是说自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像现在都过了10年了，Terry 不会希望就是继续在这种情况之下活下去。他觉得 Terry 应该帮助他把那个胃管停掉或者拿掉，不要继续给他那个人工营养。让他可以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世。然后他的父母呢就绝对不赞成，然后说 Terry 一定会想要活下去的。然后他先生也说，那 Terry 他本来就有那个厌食症，现在呢就是说逼他人工营养，Terry 不会想要那样子。呃，所以后来呢，他的先生跟他父母就打架，打架意见非常不一样，然后就闹到那个佛罗里达的法庭里面去。甚至佛罗里达那个时候的governor 就是那个州长，他也介入然后说他的意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法庭的那个judge 就说这州长这个不关你的事，这个是我们要让家里人自己解决的事情。嗯，那所以现在呢，也要让大家有一个机会讨论一下。OK，假使是在处于这种永久植物人状态的患者上，能不能把他这个就是说胃食管取掉？这个在道德上、跟医疗观念上，或者就是说法律上的角度来说，是可以做的事情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嗯哼，大部分人都说 yes。嗯哼，有些人说10年太长了，有些人说很艰难的决定。尤其是每一个人的角度也不一样，像 Terry 他这种情况下，他先生的看法跟他的父母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好像大部分人都说 yes，这个是道德上呢，这法律上呢都是可以的，对，是可以的。OK，但是要看在哪一个国家，在美国是可以的，在中国不一定，我不知道。在台湾我想是可以的。所以每一个在意大利呢也不一定，所以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在巴西，因为我有医生朋友在巴西，大概2年以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他们法律上改变，所以现在可以。所以要看哪一个国家，在美国是可以的。对，信仰不同也会做出不同的决定。所以呢，这种讨论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因为每一个人的信仰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家里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些病例，然后开始跟自己家里人讨论一下。假使我要那样子的话呢，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知道你自己的意见。那what needs to be 在这种永久植物人这种患者做出医疗决定需要考虑哪些？对，刚刚我们已经讲过，比如说病人他本身自己的想法，我们知不知道？或者家里人的想法，家里大家是不是都同意，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我看下里面写什么？嗯哼。
对，让大家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呢，就是 Terry，我觉得 Terry 他这个病例呢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说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另外一家医院工作，然后我跟很多病人，还有医生，还有心灵护理者等跟很多人都有谈过呃这个病例，然后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真的是 50-50。有些人说绝对不能把那个拿掉，有些人说肯定要把它拿掉。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家医院工作的时候，我碰到一位那个社工，然后我就说，哦，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病人这个新闻，Terry 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他说听到啦，真是太可怕了，太 terrible 了。我说对呀，非常 terrible。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那么 terrible，那么就是说这个情况那么不好？然后他说，因为他们决定要把他那个食管拿掉，让他饿死。嗯，那我觉得 terrible 呢，是因为我觉得不应该让他拖那么长的时间，然后让他一点尊严都没有。可是另外一个那个人他觉得 terrible 是因为觉得会把这个病人饿死。OK，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OK，所以一定要自己就是说想好自己的意愿，然后跟旁边的人要讲出来，不要怕讲出来。OK。那我刚刚给你们看了一下，就是 Terry 他以前的这个照片，哎，在他生病以前的照片，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哎，然后等到生病以后呢，就变成植物人状况，就是这样。每次去看他，有很多人照了他很多的照片，但是每一张照片，他的表情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就是没有意识。虽然人是醒的，而且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意识，表情就是一直一样。OK，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打官司，打了好久，然后法庭终于说，对，我们觉得这个 Terry 已经治疗了很久了，而且，呃，他现在活得没有意志也没有尊严。然后他的先生也说，这不是他会想要的这种生存的状态，所以可以，而且他先生是他的 guardian。可以让他把那个人工喂食把它停掉，而且那个胃管也可以拔掉。然后他的父母呢就非常伤心，可是那个决定就已经做下来了。那个胃管拔掉以后呢，Terry 差不多过了1个礼拜就过世了。嗯，所以呢，当时假使我们大家做医生的都很希望，假使 Terry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事前指示，然后，嗯，就是说他的父母跟他先生都知道他想法的话呢，那就不会造成这种情况。至少我们希望不会造成这种情况。那我们也设想，假使 Terry 是我们的病人，然后在我们的医院里的话，然后家里就是说有那么多挣扎跟 disagreement，就是意见不一样，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Terry 的他本人的想法，那个时候对我们医疗人员来说会就是说也是很痛苦的。所以呢，Terry 他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要表达自己事前的意愿，而且跟家里人讲，让他们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强调这种医疗决定有非常个人化，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些人说继续做，有些人说不要做，有些人说做多久，然后多久呢？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嗯，然后呢，这个 Terry 他的这个病例呢，也在美国成为就是死亡权利运动的一个国家象征，说病人有权利，有尊严的死法。后来就变成 law，所以现在美国有差不多8-9个州已经有这种法律通过了。OK，那现在我们就讲到下一个，我们已经刚刚讲过那个 coma，也就是沉睡，然后 vegetative state 就是植物人状态，现在就讲脑死。OK，那脑死呢，就是说病例最少的那一种。但是我们在医院呢，我数了一下，我们在最近2年之内有差不多36个病人脑死。OK，所以在医院里面看到的比在就是平常就是说平常人看到的多多了。
而且最近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性的演员叫 Anne Heche，她也是最近脑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她这个新闻？OK，那脑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大脑跟脑干，所有的功能呢都停止。OK，流向大脑的那个血流基本上停止，就像这个里面说，没有那个血液循环，在脑部没有血液循环。然后脑组织也死亡，OK，不像我们在就是正常人的状态，有很多这种activity，OK，然后在这个最右边这个呢，就是植物人状态，还是有那个血液流通，但脑死的话呢，就脑组织死亡，就一点这种现象都没有。OK，然后没有延长生命这种机器来维持的话呢，那这种患者就没有办法生存。但是现在我们有这种医疗的机器，可以把病人继续他们的心肺功能，所以就造成这种脑死，但是心脏还是有用的呃这种病例。看，然后在美国呢，大家基本上承认脑死呢也是一种合法的临床的那种死亡现象。一个是最普通的，当然就是心脏停止，然后第二种比较少多了，就是那个脑部功能停止。在中国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做了一下这种research，好像没有法律认可脑死的定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OK。然后这个是脑电图，脑电图这种电波的呃的例子。OK，假设我们是脑部功能正常的话，然后人是醒的清醒的状态，而且常常有很多就是思想变化，那就是第一条。OK，第一条就是我们清醒的，然后很多这种思想状态也是这样，对。OK，那假使是就是说，就是轻微睡眠的状态呢，就是比较平一点，然后偶尔有一点这种一高一低的这种状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REM sleep，那个时候是我们做梦的时候，OK，就很多这种变化，对吧？但是没有就是说很大，不是那个高度不是很大，但是它是改变很多。尤其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可能你想到你做梦的时候，那个时候思维是很密的，对吧？那假使就是深入的那个睡眠状态呢？那这高度就很多，而且但是没有多少思维，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大浪。然后假使是脑死的话呢，那就是平的，就是一点一点反应，一点思维什么都没有，一点改变都没有，就是平的。就是这些脑电波的不同的显示。嗯，然后呢，这一段就是讲一下在美国呢，那脑死的这个历史。OK，差不多在1968年的时候，哈佛大学，OK，他们有一个委员会制定了脑死诊断的标准，然后 publish 就把那个发表成一张文章。然后那个时候呢，从那个以后，Kansas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州，就变成第一个美国的一个州承认脑死是合法的死法。嗯，那脑死呢有两个原因，为什么要有这种诊断？对，诊断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人工呼吸的机器呢可以延长心肺的功能，但是脑部没有功能，所以现在怎么办？那个心脏还是在跳动，但是没有脑部的功能，所以需要一个新的这种诊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脑死的人不会再回来了，OK，可是他们其他的呃
那器官什么都还可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有可能捐献他们的器官帮助别人，别人的帮助他们呃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健康。那脑死的原因也有好几种。一方面呢，有可能是就是心血管并发症，要么就是心脏停止，或者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或者血栓，也可能是脑瘤，就是有那种 cancer，也可能是脑出血，也可能是严重的脑部感染，所以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脑死，但是第二个很严重的这种情况之下。另外呢，也可能是创伤性的脑损伤，比如说车祸，很严重的车祸，或者脑膜炎或者脑炎，都可能导致脑死。OK，然后呢，假使要诊断出来到底病人是不是脑死呢？因为脑死也可能看起来就像是沉睡，就是说像 coma，所以到底是哪一个要诊断出来。OK，那呢，第一个有3种 criteria，有3种这个脑死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昏迷不醒，眼睛是不能睁开的。假使有可能眼睛睁开的话，那就不是脑死。OK，所以第一个呢，一定是要有在昏迷状态之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脑干的反射，比如说你拿亮光去照他眼睛眼珠的话，根本没有一点反应。OK，或者你要是有时候我们去拿一个小棍子啦，或者小棉花棍去测验喉咙，普通都会有那种反射性的呕吐症，这样。所以在这种脑死的情况下也没有那个。然后呢，假使是人工呼吸，假使我们把那个人工呼吸的机器关掉的话呢，他自己就不会自己呼吸。所以假使这些情况都病人有所有这种第3种情况下呢，那就表示是脑死。看 organ donation，OK，对，待会儿我们会看到 organ donation。所以假使是昏迷不醒，然后一点没有这种脑干的反射，而且自己呼吸也不能保持自己呼吸的话，那就是脑死。OK，普通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到医院里来，普通1、2天之内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OK，这个是在中国、美国可能有些就是说诊断的情况可能也不太一样。然后器官捐献呢，呃在中国跟美国可能他们指标也不太一样。OK，那现在我们就讲到那个刚刚我说的那个 actress，就是女明星 Anne Heche，她的那个脑死的例子。她50多岁，她就是今年8月5号，遇到非常严重的车祸，然后到了医院，医生就已经诊断她脑死了，然后利用人工呼吸。她那个时候在加州，她是加州的公民，然后根据加州的法律，美国每一个州都是这个样子。他的脑死诊断呢，在法律上就认为他已经过世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各位能不能看到他的照片？叫 Anne Heche，OK，然后呢，他他又坚持了2天的那个生命，就是说用那个呃人工呼吸把他维持了2天的生命，因为呢，他有事先指示，他在他的driver's license 上面说他愿意捐赠他的器官。然后很多媒体呢，要么就是电视上啦，或者呃报纸啦，对他的死的那个说法或者解释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些人说他当天在医院就已经死了，有些人说他就是说从生命那个支持那个系统中把那个管拔掉的时候，他才是真正过世。所以有很多这种媒体的说法。对这个他这个病例的了解也不一样。OK，所以呢，我也想问大家一下，那他到底这是什么时候过世的？哎，
第一个呢就是 A，是8月5号，那个时候他诊断脑死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过世呢，还是 B 8月7号，当他那个维持生命的那个插管被移除以后才过世的？哪一天是他的那个死亡的日期？呀，对，我看这边大家的说法也不太一样哦，对不对？哇，太好了，我看是差不多，有50%的人说是 A，有50%说 B。OK，yeah，所以呢，其实它是，我看又来一个 AB，OK，那就变成 C，那把它这样子，那就变成8月6号，不对，OK，它诊断出来就是8月5号是他的就是说死亡的日期，OK，然后又用人工的那个治疗，人工治疗机器把它维持了2天，让他有机会捐赠他的器官，然后帮助别人。虽然他自己过世了，可是他的器官可以继续帮助别人活着。嗯，而且呢，呃，在美国呢，这个情况之下，平均来说，每一个脑死的病人捐赠他们的器官的话，平均来说可以帮助救8个人。所以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假使过世以后呢，愿不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帮助别人？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他捐赠器官的决定有什么想法？是觉得是对的、错的，或者自己愿意，或者自己不愿意？这也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对，是他个人的决定，对，是他个人的决定。嗯哼。有些人那假使自己有这种情况之下，有观众里面，就是说听众里面，觉得自己愿意捐呢，还是不愿意捐，有没有这种想法？有 Homer 说 I agree，说捐是对的。OK，还有 Marlene 说 Great decision，很多人都说愿意捐。OK，太好了，大家都非常selfless，非常 generous。然后，假使有自己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driver's license 怎么说？呃，驾照。驾照，对，在驾照上签名，然后表示说愿意捐赠器官。这样子呢，对家里人来说，要做这种决定或者同意的话呢，假使有自己这种签名的话，也可以帮助家人做这个决定。留爱人间，Yeah，OK。那虽然美国的每一个州50个州都已经承认脑死是死亡的法律定义呢，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那也有很多理由。OK，有些人就是说个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义，然后家里人的信念，说看到病人基本上好像就在沉睡的样子，而且虽然是人工呼吸，可是还是呼吸，胸部还在动。而且身体也是温暖的，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像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脑死的病人，我们30多个脑死的病人，家里人普通脑死这个情况来说呢，都是就是说突然发生，不是说好像病人已经病了一段时间，然后突然脑死，都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非常突然发生的。所以家里人呢，实在是很难接受，比如说1、2天之内很难接受，突然怎么本来好好的。但是现在就变成这样子，脑死了，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好像脑子里想不过来，而且非常伤心，呃也没有办法，好像就是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嗯，然后呢，有些家人也跟我们医生说，在进行这个脑死检查之前呢，先不要慢慢的做检查，不要太快，然后让他们有一点时间来接受这种接受这个诊断。
然后也有不同的每一个州，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有脑死概念。然后有一个州就是新泽西 （New Jersey），是虽然他们接受脑死的这个概念呢，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接受病人。比如说别州的病人，他们的家属不接受脑死这个诊断，他们希望继续接受治疗。普通的医院都会不让他们继续这种治疗，可是 New Jersey 呢会让他们，所以普通这种有很多这种病人从加州或者纽约什么都把这个病人转到 New Jersey 新泽西的州的医院。让他们有更长一段时间，让家属可以就是接受这个新的这个事实。然后也有些宗教和文化社区不大承认脑死，认为还是心跳呢是唯一的这个死亡的原因。那有很多中国人呢，也可能是信佛教，那传统佛教徒有时候也可能不接受脑死亡，但是呢，佛教徒假使医生宣布脑死亡就代表死亡的话，我想大部分的家人都会接受这个想法。然后从佛教的观点来说呢，脑死的时候也算是一个机会，对不对？让家人有机会说再见。然后进行任何宗教的仪式，然后帮助病人和平的度过，那也是一种这种度过的机会。嗯，然后脑死呢，普通要解释脑死也不太容易解释，OK？但是有脑死后醒过来的奇迹吗？没有。脑死的话没有。假使是昏迷不醒，然后沉睡那种状态，那是有可能。OK，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病例，那个 Frank。假使是植物人的话呢，只有差不多3%的可能性，脑死呢就是不可能。那我跟这种就是器官捐赠的这些员工，有时候也讨论说，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说做医生的在医院，有时候跟家属说脑死，他们实在就是不了解到底什么是脑死。那他们就提供说，那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来描写脑死到底是什么？OK，那就说出来说，我们生出来，我们所有人生出来呢有两种方式，然后死亡呢也有两种方式。OK，生出来的两种方式呢，一个就是正常的 vaginal delivery，就是阴道分娩，或者呢就是 cesarean C-section，就是剖腹产，这是两种。然后呢，同样来说，我们也是两种的死法，一个就是心脏停止，一个就是脑死亡，一个是心脏死亡，一个是脑死亡。所以觉得这个解释方法，我觉得挺不错的。OK，有一个问题是说，假使判定脑死亡的话，是由几位医生来判断？OK，对我们医生来说压力很大，而且非常伤心的时候，可以说对我们医生护士来说也是压力很大。判断这个脑死呢，是要看哪一种情况之下。假使就是普通判断脑死，那就一个医生就够了。但是要是呢特别那种专科的医生，要么就是那种病重科的 critical care 的医生，要么就是 neurology，就是脑科的医生。那两种医生可以做这种诊断，然后一个医生做诊断就可以了。假使要捐赠器官的话，那就要两个医生做这个诊断。然后两个医生要同时就是说都同意真正脑死，才能做器官捐赠。假使不做器官捐赠的话，那就一个医生就可以了。他如果病人决定要捐了，生前就已经说要捐，但是如果家人反对，而且家人又是 agent， 又是医疗代理人，那捐赠怎么样可以保障这个意愿？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难，保障不了。OK，除非不但签了这个执照，然后还一定要跟家属好好讲，
就是说清清楚楚讲说，假使万一这个事情发生，我过世以后，假使脑死或者怎么样的话，真正已经就是说宣布死亡了，我绝对愿意捐赠我的器官。你不要关心我，呃，就是说形象不一样了或怎么样，他们会把我就是全部再摆好。但是我希望帮助别人，一定要讲得很清楚。要是没有讲清楚，你光是自己签一个名的话，你家里人甚至可能都不知道你签了那个名。哎，然后假使医院或者这个器官捐赠这种中心说你签名的话，有些家属人还会说你在骗我，你就是要把我骗的捐赠我家里人的器官。所以一定要自己跟家里人讲清楚。我们最近就是说医院也有这种病例，待会儿我会再跟大家讲一下。OK，那这个我现在讲一下西方跟东方的观点。OK，那在1968年以后，那个哈佛报告发表以后呢，西医基本上接受脑死这个诊断，然后脑死跟心脏死亡都是一样的死亡。然后这个西方哲学呢也很支持，就是说 苏格拉底觉得灵魂跟身体分开的生存。OK，那假使没有灵魂了，就是脑死没有灵魂了，那身体就基本上无用。OK，然后基本上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教、佛教都差不多认可脑死的概念。西方人呢也就是说很注重生活的品质。那假使自己不能自理，没有认知能力，然后就是说基本上根本没有那个脑功能的话，那个生活就是不值得活。甚至是植物人的话，没有知识能力的话，也是不值得活的。所以基本上接受这个概念。在美国呢，有一组就是说 Orthodox Jews 就是非常就是正统、非常保守的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脑死，他们只接受心脏停止那种死亡的解释，不接受脑死的死亡解释。对，事先沟通非常重要，要不然你光是自己脑子里面想，或者你自己签一个字的话，那个是没有太大用处，一定要讲出来。所以我讲这个课的希望呢，也是说，因为你们听到这些病例，比如说是那个女明星或者 Terry 或者 Frank，可以跟自己家人沟通一下，说哦，我今天听到这个讲座，然后这个病例怎么样怎么样。假使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希望你们怎么样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先讲好再说。那东方的观点呢，可能不太一样。在就是说东方，比如说亚洲呢，法律承认脑死，就是这种正常死亡呢，的时间比西方要晚一点。然后在中国呢，他们这个确定脑死的这种标准可能要更严格，就是说要多一点时间，需要做很多不同的这个 test。在西方来说呢，就是说不需要做太多 test。不需要又做什么 PET scan，又做那个脑电图，只要是那3种那个标准达到了，一个是就是脑干那种那个功能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昏迷不醒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自己不能呼吸，假设没有人工帮助不能呼吸的话，那就等于脑死，不需要再做这种其他的这种test。但是在中国好像需要做好几个不同的那种检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亚洲呢，可能对器官捐赠跟移植比较没有像在美国那么接受。然后佛教呢，好像普通都是讲这种信仰轮回，然后放手超脱，所以可能基本上也接受。然后孔子以前就说，儒家认为长寿跟自然死亡也是算一个福。那脑死现在呢，也算是一个自然死亡。所以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医院里的故事。OK， 这边呢，左边是我们有一位病人，她这个年轻女子是中国人，这2位都是中国人。她长期就有那个忧郁症，然后以前已经好几次试过自杀，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到医院来呢，就自杀成功了，然后变成脑死。进了医院，差不多头2天就知道他是脑死。
然后他家里人也知道他签了那个驾照，愿意捐献他的器官。然后他以前因为已经挣扎了好一阵，所以他现在呢，他过世了，他家里人、父母什么也都支持，也都接受他是脑死，也支持他捐献他的器官。后来他捐献了，然后就救了八条生命。所以虽然他自己呢年纪轻轻就过世了，而且有这种长期性的这种 depression，呃，已经好几次自杀，然后终于成功了，可是还是挽救了好多人的生命。嗯，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年轻的男性，差不多20多岁，也是20多岁，也是中国人。OK，然后突然就被发现在家里就没有呼吸了，过世了，然后就赶紧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呢已经就是说脑死了，然后他家人也发现他签了他的驾照，愿意捐献他的器官，可是他这个病人从来没有跟他家属，没有跟他父母讲过，当然父母的就很难接受这个脑死，接受他第一有这个脑死的诊断，第二呢。他的父母也非常非常反对这个器官捐献，虽然那个器官捐献人员也跟他们开导了，也开了好几次会议，然后他爸爸说：“我绝对没有可能，帮助我儿子捐这个器官，我也不相信他会要捐他的器官。假使你坚决要把他器官拿的话，我绝对会上法庭告你。”他说：“我情愿去坐牢去告你，或者。”怎么样保护我儿子，我都愿意。我情愿坐牢，我也不会让他捐献他器官。所以后来就没有捐献器官，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子逼他的父母呢？实在是，那也是太就是说太不照顾他父母。所以一个呢是就是说已经有这种长期的这种历史，而且他家里人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就支持。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 sudden，比较突然发生。虽然他签了驾照，可是他家里人不知道，然后就坚决反对，所以就没有捐。那现在我想跟大家看一个这个，假使捐献器官的话呢，这个通过这种荣誉行走来帮我们记住这个非常 generous 的器官捐赠者，是怎么一个情形 ？OK， 所以现在我都要改到 YouTube 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听得见吗？可以。Love you, buddy. Go big. Go real big. Riri, when I had him, he said, I've never seen a mom kiss a baby so much. Yeah. He had the chubbiest cheeks. You get it, Jesse. She's so lovable.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Hey, let's go. Taylor's about to save some lives, guys. Let's go. Come on, guys. Let's go. We give thanks for this life that has been lived, for moments we have shared and memories we cherish. We honor Taylor, who we have loved, and now offers gifts of life to others so that they may live. Be with those who grieve and bring them comfort. Be with those who receive these precious gifts of life and bring them healing.
所以在我们医院里面，假使有病人愿意捐赠器官的话，就把他们带到，也是像那样子，就是那个叫荣誉型，让他们跟家属说再见，然后就是有很大的荣耀，因为他们虽然自己过世了，可是还可以帮助很多别的人。然后现在就总结一下，OK。那我们说的3种这种情况呢，一个是持续植物人状态，一个是昏迷状态，另外一个脑死状态。假使是植物人状态的话，眼睛是不是张开的呢？是的。假使昏迷或者脑死的话，就绝对不会。那睡眠跟清醒这种周期呢，就是说早上眼睛张开醒过来，晚上睡觉，在植物人是这个样子的。昏迷呢状态跟脑死就是没有。那个 brainstem reflex 就是脑干反射呢，就是说眼珠会不会扩大，然后会不会这样有呕的这种反应，在昏迷状态跟植物人状态之下都会有的。脑干的反射的功能是有的，脑死这情况之下就没有。那呼吸情况自己会呼吸呢？那在脑死的情况之下是绝对不会自己呼吸的，需要依靠人工呼吸。但是假使是昏迷状态或者植物人状态的话，也有可能自己呼吸，也有可能需要人工呼吸，不一定。然后正常饮食的能力呢，在3种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是精神状态就是脑功能不好，所以自己都不会自己吃东西。吃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功能。然后恢复的机会呢，要是持续植物人状态12个月以后，那恢复的机会是非常小的。那昏迷状态恢复的情况可能中度，也有可能性还挺不错。但是尤其是昏迷的时间越就是说昏迷的时间不久的话，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好。然后脑死的情况之下，恢复是不会有的。然后就是说关键的这些要点呢，就是说脑死呢其实是一种比较新的这种死亡状态。那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先进的技术可以保持心脏跟那个呼吸人工保持，所以现在就导致有脑死这种新的这个诊断。然后脑死可以用简单的这种方式来解释。就是我们生出来有2种方式，过世也是2种方式，对吧？生出来是我们都知道是，就是说正常阴道分娩或者剖腹产。那过世的时候呢，也可能是心脏死亡或者脑死亡。呃，然后假使至少在美国，假使宣布就是说脑死亡的话呢，那就是等于真正的死亡，家属人就会收到通知，但是医生不会跟家属人说，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说要插管啦，还是要拔管还是怎么样？或者心脏停止的话，要做那个心脏复苏还是不要？因为已经诊断说脑死了，所以就不会需要家人做这种决定。假使脑死的病人，虽然是利用那个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决定就是说是死亡了，所以假使心脏停止的话，也不会给病人做心脏复苏。然后呢，在美国大家都争取就是说大家可以帮助器官捐赠，虽然自己过世了，还是可以帮助别人。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说